乔小姐，病人快撑不住了，求您再等我10分钟，就10分钟。您赶紧过来，见最后一面吧。签完再走。我外公还在抢救，1分钟耽误不了你。15天之后离婚，婚内互不干涉，关系不许对外公开。行，笔给我。离婚后，城南别墅归你，另外给你3000万补偿。婚姻一到期，我只拿自己的东西走。话别说太满。傅先生，想嫁你的人多的是，反正我不想。最好是这样。协议签完了，让开。傅先生，您太太连结婚证都忘拿了。只是协议对象。可她刚才手都在抖啊。老人走之前一直等着见你。我结婚了，证都领了。这是老先生留给您的。他最后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别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。外公您放心，公司我会守住，公益拍卖也一定会办完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老先生立了遗嘱，明天捐毒，前总经理乔世昌肯定会来。他管了8年公司，未必甘心交权。他管了8年，也该把账交出来了。他不会轻易交权的。那就按规矩来。出事了，公益拍卖的新藏品海洋之心不在库房里。昨晚盘点的时候还在啊。仓库记录显示，是您亲自签字提走的。这不是我签的。刚领完证，你就卷进失窃案了。傅太太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撕毁公证文件，你想当众违法？我受傅管了8年，这就是公司正常交接。乔总，你是职业经理人，不是乔家人，经营权可以托给你，所有权在我手里。你一天经营都没参与过，凭什么回来接手？凭合法遗嘱，凭我手里60%的股权。你是前策展经理，可以质疑，但没资格拦着。遗嘱真假都没确认，他不能接管公司。遗嘱已经完成公证，还有2名见证人全程在场。公司交给知易，公益拍卖由他完成，任何人都不许阻拦。录像也能提前安排。这里还有医院评估报告、完整录像和公证书，您有异议可以走法律程序提。从现在起，公司所有印章和仓库权限全部移交。想接管，先说说核心藏品去哪儿。提货人写的是你，签名也是你，藏品失踪，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我敢。证据都摆这儿了，你还想抵赖？电子签名能伪造，仓储记录也能改，马上报警封库，保全数据，谁都不准碰原始资料。你是怕查出来，还是怕查不出来？我怕有人忙着栽赃，忘了擦干净自己的脚印。陈默，联系第三方审计机构。这是我的公司，我自己处理。失踪的藏品在富士堂宝范围内，这也是我的事。副总为什么帮他？我只维护合作规则。原来如此，乔之意，别以为有人撑腰你就能坐稳这个位置。我坐不坐得稳，审计结果说了算。监控昨晚坏了，门检也没异常记录。备用电源呢？也断了10分钟。监控、门检、备用电源同时出问题，你管仓库全靠运气。副总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昨晚谁最后走的？乔经理来过。乔安然，他说来核对预展清单，刚才怎么不说？乔世昌不让我提。这不是知易公司的编号，是富士预展的内部编码。失踪的藏品进富士了。明天的预展清单里没有海洋之心。查这个编号。编号对应的拍品叫深蓝之泪。几点上展？明早9点。你去哪儿？去富士，看看是谁把赃物摆上了你家的展台。2楼左边是你房间，书房不许进。我的资料你也别碰。同住是为了应付长辈，不代表你能干涉我的生活。放心，15天一到，我马上搬走。
傅先生只准备了1份晚餐，为什么？我以为乔小姐只是临时过来坐坐。不用麻烦，我自己弄点吃的就行。什么味道？榴莲千层。拿出去。协议里写了不能吃榴莲。这是我家。协议只说同住，没说我得顺着你的喜好来。刚进门就给我立规矩。不是立规矩，是讲边界。你不喜欢，离远点就是了。乔之怡。傅艳丽，叫名字谁不会啊？以后准备2份晚餐，一视同仁。明白。谢谢，不过我的饭钱我自己出。你一定要分得这么清？临时关系，分清楚对谁都好。你在查傅氏的拍品？我在查我失踪的藏品。没有授权，傅氏内部资料不能外传。公开的预展图也算内部资料。你现在有失窃嫌疑，更该避嫌。所以你也觉得是我拿的？我只看证据。那你就把证据看全了。海洋之心右侧第3颗腐蚀下面有一道月牙形的修复纹，是我外公亲手修的，全世界独一份。要是明天展品上没有这道纹呢？我公开道歉，退出联合拍卖。要是有呢？立刻封存展品，调取全部入库记录。副总，预展方刚发了通知，乔小姐被列入限制名单，明天不能进展厅。动作还真快。谁签的限制令？流程上显示是您亲自签发的，我从来没签过。有人不只会伪造我的签名，还动了你的权限。明天你跟我进去。你信我？我信证据，也想看看谁敢在傅氏动手脚。失窃嫌疑人没资格进预展城，案情还没定，你没资格给我定罪。提货单是你的签名，东西又出现在傅氏，你进去是想销毁证据吧？既然你认定那是真品，敢不敢让我当场鉴定？你要是认错了怎么办？我退出联合拍卖。大家可都听见了？他还没说完。要是我认对了，立刻封存拍品，公开入库来源。傅氏的流程轮不到你安排。这句话我说了算。傅总，这可是您签发的。伪造我的勋章，还想拿它拦我的人。傅先生，我不是你的人。协议期内，你是我的合作方。这还差不多。开门，所有人进场见证。乔小姐，你连检测都不做。这不是失踪的海洋之心，刚才还一口咬定是真品，现在又改口了。我说它是假的，没说它和失踪案没关系。什么意思？外观仿得很像，但主石轻了 0.8 克，月牙修复纹也是后刻上去。肉眼怎么可能看出 0.8 克的差别？上秤。真的少了。重量误差证明不了调包。当然证明不了，所以我还有第2个证据。真品的修复纹在腐着下面，必须拆开底垛才能看见。仿品把纹路刻在表面，摆明了是怕我看不见。有人故意放个仿品出来，引他认领。只要我说是真品，对方就能反咬我专业造假；只要我说不是，对方就能继续藏着真品。你没有证据，别随便影射别人。我说你了吗？你急什么？封存仿品，暂停预展，调取入库监控。暂停预展会影响傅氏信誉的。掩盖问题，才会真的毁了信誉。真正的海洋之心肯定还在流转链上，查送货车、封条和入库公载人。我已经拿到昨晚的备用监控了。是副总的助理。陈默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是我，昨晚我一直跟副总在开会。会议记录可以证明。画面能剪，门禁不会说谎。
查刷卡时间。我的权限卡昨天下午丢过半小时。谁捡到的？乔安然的助理。声音在仿品盒子里。安然，乔治义被赶出去了吗？别挂，让大家一起听听，你们还准备了什么好戏？假项链处理掉了吗？哪条假项链？你是谁？你刚才要赶走的人。这通电话说明不了什么。那你解释解释。乔总知道有仿品，很正常啊。仿品刚被认出来，他怎么就知道了？你在给我挖坑！话是他说的，手机是你藏的。乔经理，请你说清楚。手机不是我的。序列号已经查到了，登记人是你的助理。助理做什么？我不可能全知道啊。冒用权限，私藏设备，副氏会一查到底。副总就只听他一面之词。我听的是现场证据。就算仿品有问题，他也不能主持联合拍卖。什么通知？3家合作方联合质疑你的资格。真品找回来之前，项目不能交给你。给我24小时。我们承担不起这个风险。换人就没风险了。至少我不会把拍品弄丢。拍品刚丢你就准备好了接任文件，真够巧。资格表决延后1天。不用替我延后。你想退出？我要当场证明。你插封条做什么？封条被换过，胶面有2层。能查出什么？最里面那层沾着仓储粉尘。能确定中转仓库？这3种成分很少凑在一起。知易公司只有7号旧库符合。7号库不是早就停用了吗？半年前就该封的。现在过去。7号库刚爆火警了，证据还在里面。先报警，谁都不许冒险进去。真品可能就在7号库里。只是烟雾装置，不是真着火。有人想把我们引开。陈默，查公司总部仓库。仿品还在鉴定室里。原始峰值呢？也在鉴定室。封锁鉴定室所有出口。刚有人把证物拿走了。乔总，电梯监控被人为删除了。查电梯监控。你去哪儿？我去找管理员。7号库都停用半年了，你怎么还有钥匙？钥匙一直没收回。烟雾装置是谁放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没关系，警方会查指纹。有人让我拖住你们。谁？我只收到匿名消息。转账记录呢？钱是从安然策展公司转来的。对方不是要毁证据，是要让你当众出错。报告是真的，结论是假的。你又想改口？红漆不是强漆，是旧草品香的蜂漆。你凭什么确定？蜂漆里含天然虫胶，强漆没有。乔之玉误判拍品，损害了整个项目的信誉。您能证明吗？这份检测报告可以证明，仿品封条用的是普通装修材料。现场检测，你敢吗？当然敢。他判断对了。松木叶来自藏品箱，石膏粉来自修复台，这3样东西只会出现在旧修复室。打开7号库夹层，箱子打开了，海洋之心找到了。箱子里只有旧底托。忙了半天，还是没找到真品，但底托能证明真品被换过。这不是乔之一吗？他私下接触竞争方，必须停职调查。照片哪儿来的？重点是照片里的人，那是竞争公司的负责人。林小姐认得还真清楚，行业里的人谁不认识啊？你单独赴约，是不是泄露底价了？一张照片能拍到我说什么？酒店房间总不会说谎吧？
乔小姐，你得解释一下。照片上的日期，我在医院。可能是你记错了。外公离世那天，我不会记错。副总，他接近您就是为了抵价。说完了，证据就在屏幕上。放完整录像。这是医院委托书，请签收。原来是错位照片啊！截掉前后画面，再编个故事，老手法了。录像也可能是后补的。酒店原始监控已经公证过。既然是误会，就别影响晚宴了。林小姐怎么知道照片里的地点？我猜的。照片没拍招牌，你猜的还真准。这块表从哪儿来的？有人让我交给您的。这是圈套。怀表是真的，我陪你去。对方看见你就不会露面了。你总想着一个人扛，这是我的事，现在也是傅氏的事。燕里，伯父在等你呢。林小姐，请自重。以前你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乔之一，站住！协议里写了，互不干涉。他上去了，准备拍照。你真的在意他？她是我的妻子。乔小姐深夜私会，偷拍视频也叫采访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大家别冲动，先听他解释。人是你安排的，门是你锁的，你倒会装好人。我只是担心你啊。乔小姐和这位是什么关系？第一次见。第一次见就进套房。有人用失误引我过来的。原来你们等的是定位信号。谁允许你们偷拍的？副总，乔小姐疑似泄密，疑似不等于事实。燕里，先和他撇清关系。副总，合作可以终止。我凭什么撇清？他会影响傅氏声誉的。谁告诉你这是合作？介绍一下，乔之意，我的合法妻子。你们结婚了？这不可能！协议规定不能公开。分业责任，我承担。傅太太是否参与傅氏项目？我凭专业竞标，不靠婚姻身份。她的资格由合作方表决，和我无关。就算她是傅太太，套房的事也没说清楚。酒店监控已经调出来了。原来是有人设局。一个助理代表不了任何人。那陌生男子为什么提到你的助理？让他拿出证据。我有转账记录。有人在清理记录。立刻封存傅氏权限日志。删除时间是什么时候？3分钟前。谁有最高权限？除了您，只有董事会特别授权账户。他们真正要的不是真品，那是什么？是逼我退出公益拍卖。他们让我说你买底价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不想担这个责任。谁让你来的？我只见过林小姐的助理。乔小姐退出，策展工作可以由我接手。邮件刚到，你就准备好了。我只是替傅氏解决麻烦。燕里，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我不会害你的。林小姐和傅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有些事不方便公开说。傅总隐婚前就有恋人。一张工作照而已。乔小姐真大度。这不是大度，是我不靠猜过日子。照片拍于3年前的慈善晚宴，同行一共26个人。你一定要说的这么清楚吗？因为你故意说不清楚。原来是集体活动。拿合照说旧情，拿截图说泄密，都是一个套路。你是在指控我？我在说事实。陈默，公布我和林小姐的全部合作行程。你不能这样！
既然你借旧闻捞好处，我就把真相说清了。林小姐，你误导了所有人。我从没亲口承认过恋情。你是没承认，可你一直在不停暗示。乔之燕，你真以为公开婚姻就赢了？感情不是比赛，项目才看输赢。傅氏终止和你的策展合作，为了他，你连多年的合作都不要了？是因为你违背了诚信。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退出。可原始记录在对方手里，越是拿出来交换，越证明记录能指向真相。明天照样开策展会。别再替我公开做决定。我只是支持你的决定。这句话还算顺耳。删除日记恢复了一部分，授权账户是谁的？乔世昌。他果然能进傅氏系统。不止他，授权文件上还有傅总父亲的签名。这场局从傅氏内部就开始了。那封匿名邮件的 IP 地址也查到了，发自乔世昌办公室的设备，发送时间和他登录服务器的时间完全一合。我的人果然也是他。我的权限是合法的，谁也无权调查我。合法授权，不代表可以删除记录。你有证据说是我删的？账号登录地点在知易公司，登录设备的编号属于你办公室，设备也可能被人动过手脚。之前你拿电子签名指控我，现在轮到自己就说设备不可信了。乔经理，你需要解释，我解释什么？没有我，公益拍卖早就停了。您负责的是经营，不是隐瞒账目。这家公司是谁的？正常供应商而已。法人是你以前的助理，合作多年，认识有什么奇怪的？3年收了2000万，却一次真实供货都没有，这也正常。即日起暂停你的系统权限。查得越深，你失去的越多。该失去东西的人不是我。你确定钥匙没拿错？外公不会留没用的东西。老爷子去世前一直在查项目的账。空白提话单、旧钥匙、7号库，这里可能藏着东西。是第三方公司的银行流水号。有了流水，就能继续追查。你早就想到有水印。外公教过我，真东西不怕照。那人呢？人更该经得住查。我公开婚姻不是为了应付记者。协议还剩5天，我知道。所以别说容易让人误会的话。如果不是误会呢？第三方账户刚转走了全部资金，立刻申请冻结。还缺关键证明，来不及了。查收款人的身份。公益基金里有他们的人。手离开电脑。我只是正常交接。正常交接需要清空硬盘。系统中病毒了。断网前的操作已经被远程备份。保证金转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配合调查，把真实情况说清楚。是乔世昌让我转的。理由呢？他说先走一遍供应商账户，再转回来。你明知道不合规，为什么照做？他说只是临时周转。公益款不能拿来周转。钱还没转出去，2次验证在我手机里。资金保住了。所有流水交给审计，项目账户改成双人监管。我愿意配合。刚才为什么不等我先进去？我知道你在后面。你信我？工作上暂时信。暂时也行。又是什么？婚姻协议延期。不签。你都没看。15天已经够长了。你就这么想走？
这不是早就说好的吗？计划可以改，因为公开了身份，还是因为你习惯了家里多个人？因为我不想你走。傅艳丽，舍不得不等于信任。我可以学，等你真学会了再说。副总，乔小姐的工作邮箱向竞争公司发送了底价。什么时候？今晚7点12分。而今晚7点12分，我一直在基金办公室处理保证金的事儿，有监控和在场人员作证，2个时间，2个地点，怎么可能是同一件事儿？这张照片怎么解释？这张照片拍于上周3下午，地点是知易公司会议室，当时周律师和3位员工都在场，那时候我在基金办公室。邮件用了你的电子金章，登录设备也是你的电脑。电脑在哪儿？知易公司办公室。发送方还附上了录音。底价给你，傅氏不会发现。邮箱、肩章、电脑、照片、录音全是假的。没查完之前都不能当结论。你和照片里的男人见过？见过，他找我谈合作，我拒绝了。为什么没告诉我？正常商务邀约也要向你报备。他是傅氏的竞争方，我代表知易公司，不是你的下属。我刚决定相信你，你就瞒着我见他。你相信的不是我，是你能控制的结果。副总，录音还需要鉴定。那封邮件已经造成报价外泄了，先暂停竞价，重新调整底价。你倒是准备得很快。你不是来问真相的，你是来等我认错的。我只要一个解释。我没做过，不会编借口哄你。董事会要求傅氏和泄密嫌疑人切割，调查结束前，你暂停项目资格。凭什么？凭傅氏不能再承担风险。好，我退出傅氏项目，但婚姻协议还剩3天，我不会提前违约。从今天起，公益拍卖由知易公司独立承办。你一个人怎么扛？没有傅氏，我一样能办成。没有信任，继续合作也没意义。副总，伪证鉴定结果出来了。说。录音是拼接的，邮件是定时程序发的，照片是合成的，全部来自乔世昌收购的数据技术公司。邮件呢？发信时间是7点12分，可乔小姐办公室7点就断电了。那封邮件怎么发出去的？有人提前植入了定时程序，还复制她的电子金章。照片拍于半年前，桌上的清单是后期 P 上去的。乔之毅呢？他回知易公司了，把独立竞标书拍在了股东面前。从今天起，公益拍卖由知易公司独立承办。傅氏都撤回支持了，你拿什么赢？就凭没有傅艳丽，我一样能把拍卖办成。傅氏退出，知易公司自己竞标。保证金、场地、渠道，你拿什么补？拿一份旧档案就想撑得起整场拍卖？外公留下的不是旧档案，是全部藏品的合法溯源。公司现在资金紧张，我不同意冒险。乔小姐持股60%，有权提出方案，可合作方只给我们今天1天时间，下午6点前必须交齐保证金和执行方案。各位，我是安然策展公司负责人，愿意接手项目，还能补充保证金，但条件是乔之毅退出管理层。这是眼下最稳妥的办法。用公司的项目换你的商业盟友上位，也叫稳妥。我是在救公司。宝之金刚被追回来，你就急着接管，你怕的不是公司倒，是审计继续查下去。少转移话题，6点之前拿不出方案，你自动退出。可以。乔总，你想清楚。我不但能拿出方案，还能把成本压低30%。吹牛谁不会？下午6点公开路演，谁的方案能落地，谁留下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辞去项目负责人。一言为定。你输了就交出所有仓储权限，接受完整审期。乔总，我们不能继续合作了。谁让你们退出的？这是商业决定。昨天还签了意向书，今天一起变卦，违约责任算过吗？有人替他们承担了赔偿。
3家供应商都收到了安然测景的长期订单。你来干什么？送伪证鉴定结果。放下，你可以走了。副总还准备了场地和资金。不用，乔总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我拒绝，不是赌气。富士的资源附带决定权，我要独立竞标。外公早就把旧展厅无偿授权给公益项目了。场地解决了。时间只剩4小时了。4小时够了。有人向行业协会举报，说知易公司的溯源档案全是造假，资格都没了，你刚才的承诺还算数吗？核查刚开始你就拿到通知了。协会办事快，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档案纸张和登记年份不符。溯源档案要是假的，公司就完了。档案是真的，检测样本被换了。又是被换了，每次出事你都怪别人。原档一直锁在柜里，谁提供的检测样本？举报人随信提交的，没核对原件就暂停资格，不符合完整程序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现场核验。20年前的纸张用的是棉麻纤维，水印边缘有自然渗墨。举报样本用的是现代木浆纸。光凭眼睛，你说什么都行。现场取样，当场检测。原档没有问题，资格能恢复了吧？公证处已经发来核验结果了。举报不成立，暂停通知撤销。请保全假样本，它和伪造邮件用的是同一批纸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做局的人又留下证据。我的方案由成熟团队执行，知易公司只需交出管理权。公益款如何监管？由安然策展统一代收。公益款为什么进你的公司账户？你的档案不是造假吗？让你失望了，假的是举报材料。就算恢复资格，你也没有完整团队。场地零租金，供应商公开竞价，善款进入第三方监管账户。藏品安全谁负责？双人交接，全程留记。展柜和运输封号分别编码。纸面方案谁都会做，所以我带来了执行团队。旧展城已经完成合规检查，我们接受公开竞标，不附加控制权。成本确实降低了30%。他们都是临时拼的，根本不可靠。你挖走3家供应商，不就是想让我组不成团队？原来是你在恶意阻挠。正常商业竞争而已。靠干扰对手制造优势，不符合合作要求。公益拍卖资格我拿回来了。拿到资格又怎样？海洋之心还没找回来。还有6小时。消息是假的，真品不在出境车上。平台单号和报关资料都能对上啊。运输箱尺寸不对。差多少？海洋之心的旧底托不能折，箱体至少40厘米，单据上只有28厘米。所有伪证的原始数据找到了，交给周律师。我欠你一个道歉。现在先找真品。服务器记录指向乔世昌收购的数据技术公司。定时邮件、拼接录音、假照片，都是同一台设备生成的，还要证明设备的实际使用人。富士内部权限日志可以对应。你愿意公开内部漏洞？错误出在富士，就该公开承担。这不是出境保险，是室内转运保险。他们用报关单掩盖本地运输，查同一时间投保的室内仓库。真品一直在我们的场地里，最危险的地方，也是最不容易被查的地方。立刻联系监管人员，依法开库。这里是公司资产，谁准你们进来的？我是公司控股人，开库手续合法。你们搜不到东西，必须承担损失。有没有东西，打开就知道。保险柜里是商业机密。监管人员持有证据保全文件，请配合。乔之意，你又猜错了。无故查封仓库，明天的竞标资格必须取消。我找的不是这个保险柜。监管人员持有证据保全文件，请配合。乔之意，你又猜错了。无故查封仓库，明天的竞标资格必须取消。我找的不是这个保险柜。旧展厅改造前，这里有恒温暗格。胡说！打开地板。
编号和登记资料一致。真品找到了，这不能证明是我们放的。恒温箱会记录每一次开启时间。工牌早就丢了，又丢卡又丢权限，你还真会丢东西啊！所有记录将移交调查，公司也会正式解除你的受托经营权。行业协会明早开说明会，要求傅氏解释泄密事件。那是傅氏的事，也是我还你清白的机会。承担泄密责任的是乔。责任人不是乔之一，是我。副总，请您说明。我在证据没核查完的时候，错误暂停了乔之宇的项目资格。那泄密邮件是真是假？邮件是定时程序发送的，电子签章是复制的。照片经过合成，录音经过拼接，乔之一没有泄密。副总为了合作方，连技术报告都能准备一套。报告由独立机构出具，已经完成证据保全。技术公司和我们没关系。付款公司、登录设备、操作地址，全部指向乔世昌收购的数据技术公司。设备放在我办公室，不代表是我操作的。那就看使用记录。时间完全对上了。监控只能证明他进过办公室。电脑是实名安全验证，操作人就是乔世昌。我只是想测试系统漏洞。测试需要伪造我的声音，向竞争方发底价。恢复乔之义全部行业信誉记录。副总公开这些，傅氏也会被追责的。该承担的责任，傅氏不会回避。乔之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拿片面证据怀疑你。澄清事实是你的责任。我知道。不是和好的筹码。我送你回公司。不用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傅艳莹，你今天做的对，但做对一件事，抹不掉之前的错误。我没指望你马上原谅我。那就别追着我要答案。我只是想把欠你的都还清。你觉得我缺钱，还是缺资源？你缺的是我没给过的信任。这句话你明白的太晚了。之意，出事了。又怎么了？找回来的海洋之心是真品，但恒温箱里的湿度记录被改过，藏品受损了。主尸没问题，但底托出现裂纹，暂时不能上牌。傅氏有修复团队，我会公开找合规机构。不只是底托，场馆刚收到履约终止函。产权属于公益基金，哪来的争议？乔世昌提前抵押了场馆。抵押合同的日期呢？就在老鞋子去世前一天。这不是外公的签名。可对方已经申请收回场馆，明天就来清场。真品不能上牌，场馆也要被收走。他们想逼我彻底停办。这一次，你来决定，我只负责配合。先保住藏品，再追回场馆。拍卖绝不能停。抵押合同有效，今天必须清场。合同涉嫌伪造，你们无权搬走藏品。哼，白纸黑字，还有老先生的签名呢。签名像不代表是真的。副总，这是知意公司的债务，我只是现场见证，不替他做决定。给我10分钟，我证明合同有问题。2份签名看起来完全一样。正因为完全一样，才是假的。什么意思？人每次落笔都有差别，笔锋、停顿、墨点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明是复制的签名。能现场验证吗？放大最后一笔。抵押合同上的签名是从公证文件上扫描过去的。合同还有公司印章。老先生去世前1周，旧印章就已经注销了。合同盖的正是那枚注销的旧章。那场馆不用交了。我们已经申请暂停执行，调查结果出来前，任何人不得清场。我们也是按材料办事，那就把材料来源说清楚。合同是乔世昌送来的，又是他。请把原件交给调查人员。合法债权我们认，伪造合同我们不认。场地保住了，可海洋之心还上不了展台。
立刻公开选修复机构，全程录像，全程留痕。裂纹不是受潮造成的，是被人强行撬过。能在48小时内修好吗？修复可以，但必须先完成取证，先保全证据，不能为了赶时间破坏记录。你不催进度了？决定权在你，我尊重你的流程。封签编号查到了，来自安然策展公司的临时仓库。开启记录呢？仓库动质表显示，乔安然亲自签收过运输箱。我只签收了空箱，藏品受损跟我没关系。我们还没说箱里有什么。你怎么知道说的是藏品运输箱？我猜的，你每次都猜得很准。就算我签收过，也不能证明是我撬的。撬痕里有红色纤维，可以和接触物比对。证据在你手里，请不要损毁或带走相关物品。我只是想让拍卖延期，东西是乔总让我放的。伪造抵押合同也是他安排的。我不知道合同的事。乔世昌挪用项目资金的完整流水找到了，钱去了哪里？一部分流入数据技术公司，另一部分用来支付伪造合同的费用。他为什么给我们的设备商转钱？所有事都是你自作主张，与我无关。乔总，那些指令……证据呢？你有我签字的文件吗？所有设备暂停使用。明天就拍卖了，现在停机，损失谁负责？你先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收乔世昌的钱？那是另一笔业务款。付款备注写着设备调整费。你调整了什么？只是正常升级。升级为什么不通知场馆？副总，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。那就终止合作。距离开拍不到1天，你敢换掉全部设备？不合规的设备多留1分钟都是风险。没有我们，你的拍卖办不成。办不办得成，我说了算，请你们离场。设备运行记录属于项目资料，不得销毁。我恢复了最近一次修改记录，报警程序延迟10分钟。一旦发生故障，现场根本收不到提醒。我只是按乔世昌的要求改参数。你知道这会影响现场安全吗？他说只是做压力测试。拿观众安全做测试，这不是理由。请配合提交完整记录，相关责任依法认定。恢复报警，重新检查线路，所有设备必须通过合格验收。最快也要24小时。那就通宵检查，绝不带着隐患开场。资金挪用、伪造资料和不正当竞争的线索，已经正式移交调查。他拿公司的钱，反过来毁公司的项目。在正式认定前，公司先依法解除他的全部职务和权限。所有项目款追回后，继续进入公益监管账户。我的公司怎么办？你参与的不正当竞争，由行业机构按规定处理。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比你强。竞争靠方案，不靠伪证。你该向合作方说明真相。我会配合调查，也会公开道歉。这是富士持有的全部项目代理权。你想交换什么？什么都不换。为什么交换？知易公司的项目本来就该由你做主。你想用这个补偿我？不是补偿，是纠正错误。我以前总觉得给资源就是帮你，现在我明白，你要的是选择权。这一次，你终于听懂了。那我能不能留下，帮你完成拍卖？可以，只谈工作，不谈和好。好，听你的。主线路已经修好，可消防控制柜出了故障，验收不通过。还能修吗？至少3天，明天的拍卖不能在这里办。现在换场地根本来不及。旧场馆停用，马上启动议定方案。场地全没了，拍卖只能延期。不能延期。上百位竞拍人都已经出发了，你拿什么保证？场馆可以换，
流程不能乱。复试中心今晚空着，消防验收和保险都齐全。使用条件呢？无偿提供，不参与决策。临时换到复试，会不会变成联合拍卖？不会，主办方、监管账户、执行团队都不变。复试只提供合规场地。展柜、灯光、竞拍席全要重装。分3组，藏品组重新封装，场务组调整动线，通知组联系所有竞拍人。线上系统怎么办？保留原系统，改场馆入口，不改竞拍编号。海洋之心底托刚修复，不能反复运输，由独立押运公司负责，双人核验，全程录像。按公开流程招标，不直接指定复试团队。可以。10小时布展，2小时验收，明早9点准时开拍。怎么回事？屏幕黑了。主电源正常，是信号断了。线上竞拍都进不去，怎么开始啊？切换备用线路需要15分钟，必须延期。不延期，启动纸质应急成全。这么多人，怎么回家？现场举牌，电话委托双人复述，线上竞拍暂停计时。流程符合应急预案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守住入口，没完成登记的人不能进场。明白。临时换场又断信号，藏品安全吗？每件藏品都完成了双人核验，记录已经同步公设。规则不变，公益用途不变，拍卖准时开始。5号出价100，系统恢复了。他不需要谁救场，那您还留下？他需要我时，我配合；他不需要时，我守规矩。最后一件拍品可以上场了。后台出故障了，启动疏散，先清点人员。海洋之心还在里面。先撤离，草品交给应急人员。暂停竞拍，所有人按指引离场。修复员还没出来，不能进去。修复师还在里面。应急人员已经进场了，先确认名单。找到修复师了，他从另一侧通道撤出来了。人没事，藏品已经锁进防护柜了。大家都安全就好。浓烟是备用电源短路造成的，没有明火，故障区域已经隔离。其他区域能继续使用吗？重新检查通过后，可以开放主厅。不抢时间，先完成检查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。安全第一，我们愿意等。刚才你没冲进去，我挺意外的。藏品重要，人更重要。你也一样。现在是工作时间。明白，乔总。本件拍品所有成交款将进入公开监管账户。8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， 1200万，1800万一次，你做到了。1800万2次，1800万3次，成交。公益专场全部成交。老先生的心愿完成了。这是所有人一起守住的结果。乔世昌涉及的违规事项已进入正式调查程序，相关项目款全部冻结追回。我接受行业处理，并向合作方公开致歉。做错事要承担责任，改正也该从行动开始。又是协议，先看再拒绝。你想续约？想，但我知道你不会现在答应。知道还问？以前我总替你做决定，现在我只说自己的想法。送场地、还权限、公开道歉，都换不来续约。我没想换，场地是项目需要，权限本就属于你，道歉是我该做的。那你还剩什么？剩下时间证明我能学会信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续约不行，约会可以考虑。什么时候？看你表现。那我从第一件事开始。什么事？乔总，下一场还缺合作方吗？缺，但要公开竞标。那我按规矩来。